萧炎，手下留情。随着通玄长老现身，将萧炎的毁灭火莲化解而去，这场比试也彻底落幕。而后，通玄长老望向古妖道：“古妖，这场比试你已经输了。”闻言，古妖猛地一颤，他非常清楚，若非通玄长老出手，他现在已经死了。可即便如此，心高气傲的他依旧难以接受输给这个萧族废物的现实。见古妖还是不甘的模样，通玄长老厉声道：“若你连承认失败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有何资格成为黑烟军都统？又有何资格成为将来的黑烟王？”听闻，古妖这才紧咬着牙望向萧炎：“我输了。”声音落下，全场哗然。而萧炎的面色依旧古井无波，仿佛这一切只是他无数生死搏杀中的小插曲而已。此时，在看台一角，林修与林泉的嘴巴皆是张得老大。本以为萧炎会输得毫无悬念，没想到结局却是狠狠打他们脸。如今连古妖都输了，那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去招惹萧炎了。在远处的某一角，黑鹰军另外3大都统也对此次比试结果感到一抹诧异。在他们领头是一位青衫男子古青阳，其乃是4大都统之首，实力在9星斗尊左右。他是古族年轻一辈中除薰儿外天赋最强之人。比起古妖等人，他性格则比较友善与大度。瞧得萧炎胜出，古青阳奉劝旁边2位别去管薰儿的事了。按他推测，今日就算让他上，估计也是与萧炎2败俱伤，而后者这等实力已然达到了他们的底线要求。雨落，2都统古华与3都统古行皆闪过一抹庆幸，连大哥都对萧炎这么高评价，幸好他们没当出头鸟。而后，古青阳告诉他们，他之前已经做过测试，勉强达到了9品血脉。此刻，在广场之上，随着萧炎与古妖的战斗结束，通玄长老便示意接下来的成人仪式由他来主持。薰儿，到你了。声音落下，全场目光都会在薰儿身上，然而后者却未曾理会，而是第一时间来查看萧炎的伤势。帮萧炎擦去嘴角血迹，薰儿眼中怒火升腾。此次虽说萧炎胜出，但也是险胜。若是他被古妖的寂灭指击中，那定然是重伤甚至陨落。古妖，今天的事可不算完，你下次不要落在我手中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狠话落下，薰儿便如同蝴蝶飞舞般掠进了场中，而那古妖脸皮则是抽了抽。对于薰儿的实力，那自然是毋庸置疑，即便他大哥古青阳，恐怕都要逊色几分。来到广场中心，薰儿玉手轻轻触在星盘之上，霎时间，星盘光芒大盛，1颗星辰，2颗，8颗，9颗，9星，9品血脉。瞧的这一幕，所有古族之人甚至长老皆是涌上一抹兴奋。9品血脉意味着古族将来又将诞生一位斗圣强者，而这对于他们这些远古8大家族来说，比拼的就是斗圣的数量。突然，星盘上星芒再度迸发，9品巅峰了。通玄长老盯着那璀璨的星辰，心脏忍不住剧烈的跳动。不久，星盘在薰儿血脉之力下，竟开始产生丝丝裂痕。哗嚓一声，当第10颗星辰出现时，那星盘终于体力不支爆裂而开。霎时间，一道金黄色的光柱自薰儿玉手爆射天际。10星，神品血脉。在这股血脉威压之下，那些与薰儿拥有着相同血脉的古族之人感觉更为强烈。当下不少族人都忍受不了这等威压，竟扑通一下跪伏在地，在他们脸庞上皆是充斥着狂热。毕竟神品血脉在古族1000年内都未曾出现过了。在看台上，萧炎目光扫过全场，那些跪拜之人就包括灵泉几人，至于古妖以及一些长老，以他们的实力则是微微躬身。一旁，芒天尺一脸艳羡，他身为雷族之人，自然非常清楚这所谓的神品血脉对于一个远古种族是何等的重要。那可是将来拥有晋升9星斗圣巅峰的潜力，甚至有望冲刺那传说中的斗帝层次。半晌后，光柱化为一缕金光钻回薰儿体内，而此时的他也徐徐睁眼。下一刻，通玄长老双手恭敬的隔空一握，一支闪烁着七彩光泽的毛笔便浮现而出。瞧的这一幕，所有的古族人都涌上一抹尊崇。七彩天地笔，古族1000年以来都未曾动用的神笔，今日终于要开封了。而后，通玄长老手持七彩天地笔在薰儿额头上舞动，随着他一笔一画落下，通玄长老脸色越来越凝重。此刻的他体内的斗气犹如滔滔洪水般飞快流逝，光是这等吞噬斗气的速度，若没有斗圣的实力，恐怕顷刻间便会被吸成人干。不知不觉，薰儿的族纹终于在10分钟后彻底完成。此刻的他双眸一睁，额头上的七彩族纹顿时爆发出强烈的七彩光芒。瞧的这一幕，不少实力强悍的古族之人又是哐哐跪伏而下。此刻，就连古族的族长，也就是薰儿的父亲，也都在天际之上响起了一道若有若无的苍老笑声。感受到古族最高掌权者都被惊动，通玄长老一怔，而后他对着天空躬身行了一礼。
在另一边，见轩尔族文传承完毕，古清扬等人也不再多留。可就在他刚动身时，他却发现萧炎敏锐的目光正投射了过来。瞧得萧炎的视线，古清扬微微一笑，便飘然而去。望着那远去的青衫男子，萧炎眉头一皱，这人的气息比那古妖还要强上不少，看来这古族之内强者果然如云。接下来，随着之后的仪式没什么看头，萧炎几人对着芒天尺告辞后，便掠上天际，在他们身后，薰儿也是快步追了上去。瞧的这一幕，通玄长老无奈摇头，还是萧族强，啥也不干，还能得到一个拥有神品血脉的媳妇。不久，萧炎几人也是回到薰儿的林间竹房。夜晚来临，在一处宁静的山峰之上，小医仙正凝视着这灯火通明的古族。突然，薰儿缓缓而来：“这些年多谢你了。”对于这个知晓自己内心的女孩，小医仙也没有过多的掩饰。能在她身边，我感觉挺好的，你可别自作主张去胡乱说什么。我喜欢现在的这种感觉，并不想去改变。闻言，薰儿一笑：“如果你不说，他会一直迟钝下去的。”听得此话，小医仙不置可否，旋即他忽然道：“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吧？”听闻，薰儿眸子中泛起一种莫名的味道。你是说美杜莎，或者说彩铃吗？知道又如何？难道要在他面前大发雷霆，然后让他将彩铃杀了吗？其实当初得知这件事，我也很头疼。别人倒是希望我因此而离开，甚至仇恨他，但我却做不到。既然如此，还要给自己找这些不痛快干什么？话到最后，薰儿要萧炎自己主动来找他坦白，到时他要给他一个故作狠心的教训。夜谈结束，薰儿希望小医仙以后能一直陪在他身旁，保护好他。翌日，由于天幕2日后便要开启，薰儿便早早去往了族中。此刻，在一处大殿之内，古族的长老们正商讨着天幕开启的事宜。按照规矩，远古8族各有2个名额，一共就是16个。不过此次灵族并未来人，因此他们古族作为东道主便有了4个名额。但这还是不够，因为他们古族此次安排了6个人进天幕。雨落，古谦轻笑道：“萧族的名额不是一直由我古族使用吗？加上去，这不是刚刚好？”闻言，一位长老迟疑道：“但此次萧族却是来了一个萧炎。”听得此话，不少长老却是认为萧族已经衰败至此，将他排除出去也是无可厚非。就在此时，那紧闭的大门突然被震开，旋即薰儿闪烁着七彩光芒掠进大殿。萧族离开中州后，古族便一直占据着他们的名额。如今萧族终于有人来此，但你们却连这一个名额都不肯归还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瞧得薰儿闯了进来，通玄长老无奈叹了一声：“薰儿，先将族文收起来吧。”闻言，薰儿收起七彩族文，但他美眸却跳动着怒火。他就知道，即便他的萧炎哥哥已经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，可一些老家伙还是忍不住暗中使绊子。见状，古山与古谦奉劝薰儿，作为古族之人，就应该多为古族着想。听闻，薰儿怒火更旺。当初古族也是受了萧族的恩惠，如今萧炎哥哥好不容易来一趟古族，这些老家伙不仅处处为难他，如今还要剥夺他的天幕名额，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听得薰儿言辞犀利的怒斥，通玄长老眉头微皱。如今薰儿拥有了神品血脉，他的地位自然比大部分长老都要高，因此他的话语也是有相当大的分量。轻叹一声，通玄长老也觉得排除萧炎确实有些过分，因此他决议天幕名额便加上萧炎。听得想要的结果，薰儿微微点头，便行出了大殿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葱郁的清风之上，萧炎正缓步走在山林之间，突然一道背影在其前方负手而立。瞧的这道背影，萧炎涌上一抹骇然之色，因为在他的感知中没察觉到对方半点气息，仿佛后者根本不存在于这片天地间。思绪闪动间，萧炎立马对着后者躬身行礼：“晚辈萧炎路行至此，若有惊扰，还望前辈见谅。”听闻，后者淡笑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便是在这里等着你的。”雨落，萧炎眼前一花，等他再度凝神时，已是处于山顶之上。此刻，萧炎泛起一股寒意，面前之人是他出生到现在见过的实力最为恐怖之人，而在这等存在面前，萧炎根本没有一丝反抗之力。下一刻，神秘人缓缓开口道：“没想到萧族斗帝血脉废弃后，竟还能出现如此优秀的年轻人，这让我不得不相信，萧玄当年的那些举动似乎有一些道理。”闻言，萧炎明白，面前的这位应该与先祖有所交集，也就是说，对方是一个不知活了多少年的老怪。不知前辈名讳？听得萧炎的问题，神秘人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名古元，是薰儿的父亲。说起来，在你出生的时候，我们便见过，只不过那时无人知晓我的身份罢了。”雨落，萧炎满脸震惊，他曾听薰儿说过，他父亲是古族族长，也是这天地间最顶尖的存在之一。
而后，古元告诉萧炎，他是为他女儿的事而来。当然，他作为父亲，只要薰儿愿意，他也不会过多干预他们之间的事。而对于萧炎，古元虽然觉得他与古族年轻一辈的巅峰还有一些距离，但也算是合格。听得古元不反对他与薰儿，萧炎连忙抱拳谢过。见状，古元无奈苦笑。不过说句真话，若我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局，我当年便不会将薰儿送往萧家。哎，没想到最后东西没到手，反而赔了个女儿，这买卖可亏大了。听闻，萧炎只敢讪笑，不敢搭话。接下来，古元虽说不插手他二人之间的事，但前提却是要萧炎答应他一件事，也就是在薰儿未达到斗圣之前，必须让他保持着完璧之身。听得此话，萧炎的脸庞瞬间尴尬，难道自己看起来很猴急不成？瞧得萧炎这模样，古元干咳一声，呵呵，年轻人嘛，难免会有冲动的时候。主要是薰儿体内的血脉还不稳定，而且你也不是古族之人，若胡乱行男女之事，会有损薰儿体内的血脉。若真发生这种事，恐怕族中那些老家伙都会强行出手，所以你应该知道后果的。闻言，萧炎苦笑着点点头，而后古元又告诉前者，他此次现身，最大的问题还是萧炎身上的驼舍古地狱。听得此话，萧炎面色一变，古玉在他身上仅有寥寥几人知道。据古元讲述，古玉原本是3块，后来经过远古8族的惨烈大战，古玉被分裂成了8块，刚好远古8族一族1块。由于凑齐古玉便能开启驼舍古地洞府，因此远古8族都各自暗中觊觎其他种族的古玉。听闻，萧炎默默点头，那魂族之所以擒他的父亲，所谓的便是萧族的驼舍古地狱。提起魂族，古元眉头一皱。当年古族与萧族也曾联手大战过魂族，但却并未给魂族造成太大的损伤。后来萧玄在冲击斗帝失败之际，魂族则趁机偷袭，以致萧玄陨落。失去了萧族的助力，我古族也无法单独对魂族宣战，因为若是这般拼下去，两族都会元气大伤，从而给别的势力造成机会。这些年来，魂族一直暗中对古域有所动作，只要他们集齐古地狱，那他们实力便会暴涨，从而打破平衡。雨落，萧炎心头突然闪过迦南学院地底的岩浆世界，那岩浆尽头竟让得他的古域有所反应，难道那里便是驼舍古地洞府吗？在萧炎沉思间，古元有些无奈道：按照族中那些老家伙的意思，是想让你将古域交给我古族来保管，但我想你恐怕不乐意交出来。听闻，萧炎轻轻点头，毕竟古玉能感应他父亲的生死，再者这古玉也是他救父亲的筹码，一旦古玉交给了古族，那得之无望的魂族很可能会杀了他父亲，因此这古玉萧炎断然不会交出去的。听的这个答案，古元无奈摇头。就在他打算天幕之后再来商讨此事时，薰儿的倩影却火急火燎地从山下飞掠而来。见状，古元嘱咐萧炎答应之事别越界，便消失而去。